们项目最喜欢赵宝杰。近代中国一直有个梦想，中国人要站起来。现在中国不但要站起来，他们要飞上天去。所以中国一直有一个航天梦。中国这个航天梦认为说，我有这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我有这么聪明的脑袋，我有这么好的技术。现在我是大国崛起，我怎么可能连一架飞机我都造不出来？所以他现在到处的招兵买马，甚至他引进了 Airbus， 引进了波音，我现在引进各种的技术。做出了一个让中国觉得，我真的是大国崛起，2025中国制造的 C919，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但没有想到，当开始在中美对抗的时候，被美国卡脖子之后，这些如昙花一现。原来你真的在关键技术被美国卡住之后，你真的是动弹不得。现在 C919，你不要说你在试飞的过程里面状况平平，现在就算你已经勉强的试飞，你已经勉强的运作，结果也出现了大麻烦。现在有一个 C919，它飞到了成都，它去得了，但是它回不来。去的时候是 C919，回来的时候居然变成了 Airbus。大家就问，现在这个 C919难道真的在中美对抗的状况下，就算你这几年来累积了庞大的技术、庞大的资金、庞大的市场，但当你一被卡脖子之后，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吗？特别是你在半导体上，现在美国已经打到了晶片战争的2.0，现在已经不是 EUV 极紫外光机，连 DUV 的深紫外光机我也全面封锁。现在中国，你不要说你7奈米做不出来，14奈米你也做不出来，未来你可能最多只能在48奈米来徘徊。如果中国未来的晶片你只能做到48奈米，是不是中国有可能会失去未来呢？好，我们今天请到我来宾，对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云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股市分析师凤开平，宝杰，大家好。好，So，我们看到，C919之前你就说你非常不看好，但是中国还是非常努力，我让你飞上天，我还是让你这次的运转，是，可没有想到这就尴尬了，在6月29号之后，上海东方航空 C919的班机飞到成都，去得了，回不来。对，难道真的在中美大对抗的状况下，就算你中国大陆累积了40年的技术，累积了40年的市场，累积了40年的资金，但是你碰到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时候，一样动弹不得吗？没错，现在6月29号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 C919的中国的商用的这个班机呢，营运1个月之后，它从上海飞到成都，照理说回来也要从这个飞 C919，但是没想到不是 C919飞回来，他就说因为 C919我们有营运的这个问题呢，改成说用空巴的飞机飞回来，那人家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难道才运行1个月的那919呢？已经出问题了吗？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啊，糟糕，这个是个坏预兆，就是中国的航空梦是有去无回啊。那整个航空有去无回破碎的这个状况了。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中国的这个 C919，宝九跟他讲是中国人的梦想啊。他们从2008年开始运运这个 C919，到了去年好不容易终于能够商用化之后了，但问题是处处被卡脖子啊。现在呢，美国你看，美国现在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对晶片再继续的卡脖子。你觉得你在 C919飞下去的时候，他会不会对你卡脖子？对，所以看起来的话，很多人就说糟糕。中国的这个 C919的航空梦，恐怕没多久之后就会变成梦一场的这个局面。所以我们上礼拜谈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中国的晶片已经被卡脖子了。是，你不要说7奈米做不出来，你14奈米也做不出来，未来你可能在48奈米只能被徘徊，就没有想到你的航太、对，你的半导体、对，你的 AI、你的未来都被卡到了。宝姐，因为你在试运行1个月，大家完全毛了，说怎么会1个月就出问题的一个情形了？那当然，现在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说法，很多人就说，因为 C919上面有欧洲产品。有美国产品，我们就讲，因为他不想依赖每一个这个，因为他有些技术，我讲，2008年他开始发展的时候，他怎么做？他说，你空巴你要在这个天津来给我设厂，那如果这个所谓波音呢，你要想办法呢，到这个我们这个杭州来组一个组装工厂。虽然有非常多工厂在那个地方，他偷学一点，东学西受这样一个，他有欧洲产品，还有美国产品，还有他中国的产品，虽然他可能是3国的产品，很多组装路混在一起。他说呢，因为电子控制系统还有机械控制的磨合会出一点问题，你怎么知道会出什么问题？你这样东凑西凑，他说机械上的问题还好办，就怕电子系统这问题是中国解决不了，所以可能是中国真的出现一个电子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所以你说，
其实现在 Airbus 已经在天津有一个组装厂，而且这个天津的组装厂的规模是非常的大。是的，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学了技术了以后，我C919怎么可能不能组装？对，就一组装就出事了。而且它在天津有组装厂，它在杭州有交机厂，也就是说，你这个所谓波音的交机要到这边的交机，所以他想办法学了。东学西学，东学西学，从东凑西凑，我就讲，从2008年他们东凑西凑到去年，终于好不容易成功了。那成功了，没想到为什么要不能够飞回来？抱歉，大家很怕它飞到这个程度 OK， 万一它出问题飞回来之后，万一在空中怎么样了之后，中国的梦完全破碎。而且大家说，不只是现在出这个C919出问题，因为嘛，这一次飞行的是东方航空。东方航空它其实有订2架，第一架已经运转了，对不对？第2架原本要在6月18号交付，但是问题是没有交付，不知道为什么。6月18号已经过了，对，所以也第2架呢？对，所以也就是只有1架。那一架为什么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关注？因为中国很关注啊！你看5月28号第一天的这个飞行，从这个上海飞到北京的时候，商业首航，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开心啊！这是他们拍出来的，都大老板对，大老板。它里面有什么？C919里面是大陆的工信部的这个部长金壮龙啊，还有民用航空局的这个局长宋志勇等等，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就没想到停飞1个月之后，马上就出现停飞，大家就更没信心。那你知道现在很多网民就说什么？网民就说：“那我也不敢做，不敢做，因为大家很吓死了。”他说：“好，除非一个什么样状况，如果我们领导了他的座机敢换成C919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所以现在等于是一个信心危机，在C919的这个民间之间出现了一个压力的这种状况。而且之前就谈到。C919当时美国已经讲了，你的很多的引擎的技术，你的很多的等于说控制的技术，美国开始要卡脖子。是，当美国开始放出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就说你对C919的未来并不乐观。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它就开始要试飞了。对，试飞开始就风波不断了。没错，你看去年12月9号的时候，中国发给这个C919，真是可以营运嘛，所以你看他们还非常开心，就是交给这个东方航空，就是这一台飞机，这一次停飞。好。宝姐，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今年1月就报道说，我们C919的这个首航呢，这个兔年首飞用了一个什么东航的A320，就没想到问题是什么？因为他用的是 A320，不是用的是C919，所以等于是完全是弄错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我的标题是全球首架C919国产大飞机完成兔年首飞，对，飞的是 Airbus， 对，他飞的是 Airbus， 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奇怪，你怎么会用 Airbus 的这个画面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宝姐还有什么？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从什么？他从这个上海飞到北京之后，就没想到他居然在左侧发动引擎的反向推置出现问题，反向装置出现问题之后，才刚飞吗？没办法用，所以后来搁置了一段时间，还在继续进行试飞之后才敢用。所以好不容易，你看现在真的在5月28号，你看很多中国人就说终于坐上自己人的飞机，就没想到营运了1个月之后，就出现一个可能停飞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说中国的这个航空梦为什么会是有去无回、梦碎的一个可能性啊！而且你讲说，关键就是你现在被卡脖子了，因为跟安全有关的零件都是国外的。对，我们现在讲C919里面来说的话，大概目前为止，大概约莫是60%到70%的零组件是来自海外。他们顶多是组装啊，还有一些比较低阶的产品，他们可以自己研发。你可以自己仔细来看，你看飞行记录器这些都比较重要的啊，是美国的，然后刹车是美国的，然后机身的铝合金是美国的，然后导航是美国的，引擎是美法合资，那降落架是德国。那个很多东西很少才是中国的，很少，就尾翼啦，只有机翼尾翼，对，很说一小部分。那好，因为一小部分来说，它就是东凑西凑，所以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C919的引擎，就是 LEAP 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是美国的这个公司通用电机 GE， 还有法国的这个赛丰航空合资。所以这个是美国不愿意给你就不愿意给。我们刚才不是讲，拜登接下来会签一个合约是什么？我只要有部分的零组件是我们美国的产品，就受我们美国的管辖。所以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有可能会受到美国的管辖的。所以以后这个引擎是不能卖给中国的。那不止这个啊，我们讲这么多东西都有可能会不能够卖给我的飞行记录器、我的铝合金、我的通讯、我的起落，我的引擎。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用国外的东西，你根本中国没办法发展。所以我就讲C919为什么会命运多舛，就是你虽然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中国要发展C919，事实上如果按照未来20年的时间里面，你要全球的航空业啊，这大概要买大概2.5兆美金的这个飞机。这2.5兆的飞机目前只有空巴跟波音，所以中国当然想要吃嘛，问题是你吃不到。那为什么对中国来说它会非常困难？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这个谢金台他领了一堆团队去考察这个航太产业，他说了一件事就没有错。
他也考察了一个叫成田公司。我们其实，在节目我们也讲到，它是台湾的军工兼这个航太。那难在什么地方？他就说，我生产的所有东西呢，不好意思，我的材料什么东西呢，都要是跟 GE 买的，因为他是GE下单给他，但是这些东西都要是这个 GE 购买。为什么？因为 GE 要确定说，你这个不能够出任何差错啊，所以你只能够帮我做代工，而且认证其实认证了10几年、20年。他说他们根本没有赚什么钱，但这告诉你什么？这个不是能够迅速能够完成的一个产业，而且这些都完全被所有材料还要跟奇异买。对，那国外的所有能够做的厂商呢，都已经被奇异啦、被空巴绑死，他们根本不可能帮你做，因为我就讲材料都要 GE 买给你才能够做，所以你说，我直接跟成田下说，你会做这个，然后麻烦下给我C919，他还没办法。所以我才跟你说，材料是别人的，对，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航空产业难度之高是大家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个情形。好，玉峰。刚讲到的，现在中国本来想说我要2025中国制造，我要大国崛起，甚至他还做了一系列的大国工匠，对，好像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制造已经非无下阿蒙，可是没想到被管制技术了以后，你就整个被卡脖子了。卡脖子之后，当然讲，那中国现在都在怎么办？就没有想到中国到处都是骗。我们之前讲的，它半导体有很多的骗局，半导体很多设计公司我就知道骗中央的补助。现在出现一个更妙的是，现在中国说，我现在要发展氢能。有一个1500亿的氢能项目，结果招标的单位居然是一个假央企。好，我们现在讲什么是氢能。其实，在我们的电动车里面，大家有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电动车的充电太慢了。如果用氢能的话，就非常的快哦。氢能的话，大概充3到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不用像我们的现在电动车，包括特斯拉，你都可能快充也要到半个小时。所以氢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甘肃这边呢，他们想发展氢能，然后呢，有一天嘣的一声，甘肃要发展氢能，甘肃要发展氢能，他们要翻身了。有一天嘣，就是有一个招标的广告出来，这招标的广告是要多少钱呢？350亿人民币。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招标广告，合台币1500亿，对，合台币1500亿。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广告，看到这个招标的一个宣传，就想说哇，那他们要起飞了。所以呢，大家回头去看 A 股里面有哪些是跟氢能源有关系的，全部股价暴涨。然后呢，大家涨了，中国氢能源大涨，对，大涨。然后涨了几天以后，有一些人就想说，这间公司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350亿是什么概念？甘肃那个地方啊，他们那个行政区里面，他们的 GDP 只有269亿。哇，比他1年的 GDP 还多。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呢？大家就开始怀疑说会不会是骗人的。可是呢，去查他的公司，发现说呢，这些信用被查的一个案里面，它竟然是什么？竟然是央企，而且呢，它是可以一层一层往上去看的。央企，对，那他为什么会被看穿呢？对，后来大家发现说呢，他在短短几天之内，竟然就说他自己筹到了350亿，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哦。筹到350亿，对，如果你要招标的话，可是你在招标的时候，你不该就有350亿了吗？对啊，你要招标，你应该就是有，所以大家去细细的去爬书，就发现说，哇，原来他从头到尾都是骗的啊！他在9天之前就成立一间公司，成立公司以后马上上网要来招标，然后呢，造成这个 A 股的股价大涨之后，嘣，他就说他没事了，他还回头去查，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然后这时候主管机关才跳出来说，没有，这间公司是有问题的，它并不是央企，不是央企。对，从头到尾，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呢，才说它不是央企，但是这东西已经被它的股价已经炒高了，炒起来了。有人被骗钱啦。对，很多人都被骗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你看到是央企，也不一定是央企。对，你有没有想过，宝杰哥在这个公安局，竟然有人跑到公安局里面去诈骗？好，在2013年的时候呢，有一群人5个人穿了高级军装，然后呢还戴了大牌帽，直接车子开进去公安局，然后呢下来5个大级的大长官，嘣嘣嘣就跑进去之后就讲说我要找你们的局长，可是局长不在啊，你进去找局长，对啊，而且你到底是谁？因为气势太强大了，所以呢保全门口的警卫也不敢拦他，就只好说那你不然你里面请坐好了。哇，你看到一进去之后呢，哇架子更大了，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是长官一样，旁边还有另外2个护卫着他，保护着他，还有保镖，对，还有保镖，而且那保镖站得非常的挺直，你就觉得这个影片一看都觉得，跟应该是跟真的一样吧，所以保全跟这个公安也不敢赶他走，一直在问，可是呢有这个资讯上的落差，那这些人就说啊，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证件？他就说你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好，撸了半天，他说你要看是不是？打开他的 pass 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国龙柱？什么叫中国龙柱？他们有说这是什么东西？龙舟，因为中国就是龙最大嘛，对不对？他们就知道有一个特种部队叫中国龙柱。中国有一个神秘的特种部队叫中国龙柱。对，但是也没有人看过。然后给他扫了一圈之后，就把他撒起来说：“
你这种层级应该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就把他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叫他们局长一定要来。然后呢，后来他们一直联系。他们政委不是去了吗？对，可是他们就觉得政委太小，政委还太小。对，政委怎么可能太小？可是呢，他们其实有一个目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诈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物被公安局给抓走了。被抓走了之后呢，他们就负责去骗这些有钱人的。然后这个人被抓走就没有生意，他们竟然想到这个穿上军服，带上识别证，然后就插进去。说他们其实是一个诈骗的单位，对，就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被抓进去了，所以他们就冒充是中国最神秘的特种部队，跑到了山东临沂的这个公安厅，公安厅里面说我要找局长，然后就一屁股坐下来，要把人抢走，对，就要把人给带走。后来呢，是因为有一些武警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军方的知识，就说，哎，不对哦，他在旁边，他在身上应该会有一些阶级的牌子，但阶级的牌子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才看出来。看出来之后，这些人想要让杠的时候呢，才找武警把他全部给抓出来。抓了之后，这种说，哇，你们太离谱了，你们怎么敢骗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时候呢，他那2个保镖还出来挡，因为保镖从头到尾被挤进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龙族，真假的？对，他们在乡下被招募上来的时候，他们想说，哇，我们要去大城市要去发展了，所以呢，前面3个这个大校是真的是诈骗集团，可是另外的2个年轻人，所以等我刚才讲了，一开始把这几个人非常有气势，就带头进去。带头进去之后呢，这边本来是公安厅的人，他讲，哎，你们这些人给我清场，给我出去，非关一般人的，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连当时的政委都说你太小咖了，你没有资格跟我讲。然后呢，他还非常认真哦，打电话说，哎，我要打电话跟我的中国龙的这个长官来请示。结果呢，说一个一个的弄，哎，搞了半天，很多人觉得搞久了就不对啊。后来他们还请示到北京，是北京的中南海直接说。没有这回事，对，所以他们才敢下令去抓他们。去抓的时候，这个大校的还骂他们：“你们干什么东西？以下犯上！”哇，这个整个气势真的是太强大了。然后最好笑的是那2个年轻人，那2个年轻人真的是以为要为国争光了，没有想到竟然是进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诈骗。可是大家回头去看，为什么这种事情会有机会发生，而且是在公安局里发生？不是，他后来刚刚讲的那2个人家问他说：“我哪知道？”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有人招募说我要进到中国最神秘的单位，我以为我发了，我以为我要做到高层了，就那2个傻蛋，哎，那2个傻蛋可是一路经过考核哦，层层考核，有面试，然后还有这个一些战斗技能的考试，但没有想到他没有注意到一切一开始就是骗局，不是，而且他们就开始顺藤摸瓜。他们这个集团居然有数百人，这个集团后来算进去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台奥迪跟 Buick 这个外国车吗？对，然后去了打开以后发现哇，各式各样。解放军的所有的军舰，他们都有准备了，所以呢，在过去来讲，可能已经得手非常多次。好，所以董事长，但中国大陆现在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几个人就假冒说我是中国最神秘的特种部队，大摇大摆的就进到公安厅，就这样子呼喽。我要这样讲啊，哈，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在这10年前啊，2013年啊，一定会发生啊，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举例这样讲，我就听过有些台商。就在我所了解的，譬如说在这个江南一带的台商，对，他赌博被抓的话，他是被公安抓了嘛，好，被公安抓怎么办呢？他就拜托其他的单位嘛，我们不谈单位名称了，都不太好。那其他单位来讲的话，他们就用他们的这种工作需求，来打电话去关照，请你放人，这样就放人了，就是放人啊，现在放人啊，然后就是这边收钱嘛。就是收钱，一个放个人，你赌博被抓，可能要判10年呢。可是你现行犯被抓到，可是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移送到检察厅之前，没有到检察机关之前，案子没有成案嘛，公安在公安手上嘛。那我现在有力量的话，打电话让你放人的话，你就放了嘛。放的话，你可能收个30万、50万人民币嘛，这个在台商会给啊，没有问题啊。这个那我也给30万、50万。我讲的意思是说。用钱就可以解决嘛，不用用骗的嘛，这个用骗的很低级嘛，这个花钱，因为除非你杀人，杀人谁都没办法，对不对？其实，在20年前啊，杀人都可以，杀人都可以啊，杀人就把你带走了，他们带走说，我另外有案子审查，就把你带回家了，那不理。但最近这几年来，它比较进入规范了，所以这种事情过去哈，要用那么复杂的方式啊来搞，表示它非常不够力嘛。那够力的人的话，
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收钱办事。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光怪陆离的事情，在中国稀松平常。稀松平常，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规矩比较严格了，大概困难度很高，然后各方面的都规范很多，没有那么简单了。那现在因为动辄得咎嘛，那以前那个年代就是 GDP 时代。有钱就可以办事，大家都要创汇嘛，所以连公安机构，然后抓人本身也是一种创汇的方式嘛。凯伟，你最近也讲了，台湾现在干嘛？我们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就是航太产业，而且我们航太产业很多已经被认证了。那我不懂啊，中国不是讲它大国崛起吗？不是讲说它已经有大国工匠，有很多的纪录片说他们的技术已经多了不起了。那为什么它的航太事业完全被卡脖子，完全动弹不得？而台湾的航太现在变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了嘞。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不一样，对，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在底层的技术有很强的一个底蕴。那中国大陆就是说它很多高端技术它是从引进，然后再合资，然后抄袭。可是呢，一旦被国外比如说被美国掐住脖子之后，它就被等于说被掐，对，然后它的底部就我举个例子，像中国电动车，哇，外观做得很漂亮，里面装潢做得也很漂亮，开起来的时候你过弯你就知道，高速过弯你就知道会晃还会翻的，为什么？会晃会翻。底盘技术很差。跟德国、日本是不能比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彰显出来，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技术，我们台湾以前是因为市场被掐住，可是我们台湾现在，例如说像航太，为什么我们的政策，美国的一个默许的情况下，我们往全世界来做发展，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精密工业，我们大家都知道，台中这个黑手工业、黑手地带嘛，很多从日据时代以来啊，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少年兵学徒累积起来技术，到我们台湾人苦干实干。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很厉害，就是在国际上，我们台湾最会做2件事情。第一个叫 cost down， 第一个叫做弹性制造。我们会把那个所谓制造的这个程序呢，我们会把它做得更有弹性，或是把它做进化。我就举几个例子，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最近有几个风向。我们这个外交部跟这个 Discovery 在这个最近在2个礼拜前又弄了这个台湾这个等于说这个又弄了一个系列的一个影片，介绍我们台湾的智慧机械。他介绍智慧机械，对，他介绍3家公司都是从精密机械开始，等于说开始做进一步的 upgrade。比如说介绍了这个达明就是广达旗下的这个机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大型工业机械，大型工业机械像汽车业那个你不能站在旁边的，打到会死人的。协作型机器人是这样，很小心，可是你可以跟着它一起来做操作。它再加上 AI 的智慧技术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做什么？做等于说有智慧的这种人工的一个机器，这个人工智慧机器人。这是台湾人做的。对，这是我们达明，就是广明旗下的达明，是全世界市占的这个所谓的协作型机械。再来呢，富田电机，各位你知道吗？特斯拉当年呢开始的时候是来台湾求助的，就说我们当时台湾帮他做这个所谓的电动车马达是富田电机。所以说，这就是特斯拉能够成功的第一个大工程。那另外呢，譬如说像这个中晶机，它曾经一度是财务搞得很烂，下市。可是它卧薪尝胆之后，它也加入了这个 AI 技术，把它原来在既有的技术下做一个升级。它现在怎样做那个刀具的做刀具研磨的时候，它可以节省这个6到8倍的时间，可以做温度补偿。那另外呢，像这个谢金河社长，他最近这个卓文就是说，比如说。在他介绍的协议机是做什么的？协议机坦白讲 ，CNC 那个切削很多厂商都会做，可是他一直在这个坚守在这个 CNC 这一块里面领域啊，尤其他在伺服的这个所谓的 CNC，他最近呢，因为老谢点名说他切进了 AI 伺服器的制造，哇，不得了，这个最近股价也是开始大幅，大家才发现说，原来台湾的制造能力，基础的制造能力底蕴这么的强，还有像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台湾精锐，周末的时候，这个老谢说这家公司的老板他不认识，不过他很敬佩这家公司，因为它的毛利率竟然比大立光还高，而且跟台积电的毛利率差不多，都是54%。做机械的，对，结果呢，这家公司今天也是强势大涨停板。其实台湾有很多好的公司，尤其是我刚刚所说的航太那个紧箍咒被拔开来之后呢，我们台湾有很多是很有可为。宝洁，我6月1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讲那个 AI， 在讲那个所谓的一个超级电脑的时候，我说台湾有很多好公司，那个叫老干新知。我说有一家叫广运，他做的那个液冷之后，大家知道吗？这1个月广运的液冷被大幅度讨论，股价涨了1.2倍。那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有一家公司，也就是说，我认为是在台湾这种制造的这个强力底蕴情况下，又再加上这个所谓的一个航太产业，我觉得非常有机会。我就举个例子，有一家公司叫做石硕，2017年我们有科技部。
那个陈良基他上任的时候，他第一个拜访的公司，他认为隐形冠军就是石硕这家公司。当时石硕是一个什么？就是它有航太，还有半导体，还有汽车。汽车啊，我们台湾以前说，我们台湾做车子哦，就是最痛心就是引擎做不出来，对？各位你知道吗？其实哦，石硕它是台湾少数能够在这个引擎这个传动系统里面，譬如说像这个博格华纳 （BorgWarner），它等于说它是它的最佳供应商，做那个零组件。另外呢，他做什么零组件？对，他本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传动这个引擎里面做很多这种精密的零组件，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整颗的引擎，对不对？可是他是做引擎零件，里面关键零组件它是最佳供应商。另外呢，它的半导体零件它供应给谁？我念出来，各位你看有什么特色？台积电、三星、Intel 这3个都有什么特色？晶圆代工，他们都是有帮他们支援他们做关键零组件。最重要在航太这一块，它本来就是很多大厂的这个 second tier， 可是呢，它最近在2021年的时候，疫情期间，它吃下一家公司，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一个天洋航太，哇，这个叫做如虎添翼。天洋航太这家公司本来就有我们经济部有在补助，有在这个等于说有在这个持续在这个关键。然后呢，这家公司呢是我们说隐形冠军是什么意思？它有个特殊的技术叫做低压铸模，低压铸模。对，我们说哈，这个地方。在航太的零组件里面哈，用这个大部分都是用什么做这个砂模铸造的，本来就很少。那有时候，比如说用那个铝铸的话，就是那个700度高温那个铝水那个铝浆哦，人工拿一个勺子让灌浆铸模，然后再把那个铸模打开来。这是传统的。对，这个很容易造成什么？很容易造成工业伤害，而且良率也不会高。这家公司很聪明啊，它在改善那个制程，它从底部把那个这么烫的这个铝水铝浆，把它往上挹注起来，然后往上挹注完之后呢，它再利用震动的方式进入这个模具之后，它用震动方式把那个砂膜退掉，所以说它震动可以让里面的气泡跑出来，里面的气泡跑出来以后，它会更扎实。对，然后它这个方式可以做更大的航太的零组件，大家知道吗？全世界90%的这个辅助动力系统的这个涡轮的这个外壳，全部都是来自于这家公司。90%市占率这么的高。那这家公司连法国的这个赛丰集团、美国的 Honeywell 这个汉威，还有像奇异、日本的这个住友，和这个 Kawasaki 川崎重工，连我们台湾的这个汉翔都是它的忠实客户。那也就是说，石硕这家公司本来就是航空的零组件，它这一次呢，它特别美国的军工的大厂雷神6月7号来台湾颁一个奖，颁给石硕这家公司，就是这个吃下这个天洋航太这家公司，他颁给他什么奖？叫做 Quality Performance， 就是品质卓越奖。全世界6600多个供应给这个所谓的雷神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只有20家能够得到这个奖。所以说，台湾有很多厂商是有这种底蕴、有这种技术。当我们这个出海口打开之后，我相信会更有机会。玉凤，另外全世界现在都注意的法国，对。法国也打太凶了吧？因为法国一个17岁的少年被警察射杀之后呢，现在引发了暴动。这个暴动有人说，法国的街上啊，现在可是比这个乌克兰的战场还要更可怕。这是第一个晚上呢，法国街头变战场了。对，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内斗的一个战场了。一开始是放烟火往哪里放？往市政厅放。可是呢，这个第2天呢，就开始攻进去，放火去烧啊，然后呢，整个市政厅玻璃就直接被打碎，烟火直接冲进去。这个等于是第一个起手式，打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变成正式的一个暴动，就去攻击哪里？攻击一些超商，然后呢，攻击一些非常高级的，像是精品店，然后整个冲进去又打又闹，甚至呢有一个市长，然后法国郊西南部的一个市长，他家里竟然被人家用开车直接撞了进去，他的老婆跟小朋友都受伤，他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谋杀。可是到目前为止呢，马克龙虽然没有去德国了，可是案子压不下来。现在来讲的话，整个变成从巴黎这边开始慢慢的延烧出去，变成整个法国都在暴动，而且呢，在暴动的过程，连特种部队都上来了。对，特种部队都上来了，因为有一个消防人员在救这种就是被纵火的车子的时候呢，竟然是意外的死亡，烧成这样子。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停车场已经整个烧了。那另外来讲的话，还有一团陆客呢是行程已经是安排好了，到了法国被拦下来，又打又砸，他们就说不行了，法国不能再去了，马上转去瑞士。现在连观光客也不敢进，连观光客都来，对，连观光客也不敢进去。那么像法国，他们最大的就路易威登它下面有一些他们的一个子品牌，Celine原本有一场的一个秀也不走了，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来说，在法国里面，特种部队都上街头，但是这个暴动压不下来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引发更多的一个冲突？没有人更可怕的是，刚刚讲到，现在乱到什么程度？
乱到干嘛？现在警民冲突的非常严重，对，而且他们在嘛，他们要出动装甲车才能开路。对，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人群聚集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装甲车就得上街头了。没有装甲车是上不了街头的。可是你看看这个装甲车上街头，这个画面像什么？像不像是乌克兰的战场？现在呢，人员已经用到4.5万名的警察和宪兵在应对。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整个暴乱还是持续当中。